Hello，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浙江绍兴的新昌，出来短住2天，然后带了我这台刚刚拿到的，拓海大师兄那边带给我的他自己制作的一台4x5的大画幅相机。他说：“哎，有没有时间帮我去来看一下这台相机？”那么正好有个机会，那么出来透透气，看看风景，顺便呢拍一下这台很可爱的小相机。从结构上看呢，它和我以前用过的沙姆尼 F2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飞利浦斯结构的810的这个缩小版本啊，然后所有的东西都还是在这个没有什么意外的这个结构啊。那一样是下面有几颗螺丝钉啊，我需要去拧螺丝，我上期吐槽过了，它需要去拧螺丝。然后呢，也是可折叠的，非常小的一个版本。那这台相机呢，它是用这个铝合金碳纤维板，然后还有一些3D 打印的构件呢，共同组成了这么一台小东西啊。然后它的这个重量呢，也就是1.5公斤。所有的东西呢，我觉得跟那个沙姆尼 F2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是呢，它在 F2的这个基础上呢，做了一些小小的这个细节上的改进，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上面的这个5个螺丝孔啊，虽然它还是这个5个螺丝孔啊，但是它在上面标注了这个大致所可用的这个焦段。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手里的这支镜头大致落在哪个位置呢，我就不会拧错。那么第二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在这里呢多了一个快门线的一个穿孔。那这个穿孔呢，实际上是可以帮助你把这个快门线呢固定在这个位置上面。那么它在另一侧呢，它在这边呢，增加了一个冷却的接口。有时候呢，你可能是需要一些测光表直接有个小的测光表卡在这边就可以了。同样的是林哈夫的这个转接板，然后它后面的这个背板呢是这个非常高亮的一个高亮屏。总体来说呢，我是蛮惊讶，说第一次你手搓一台大画幅相机呢，能够做到一个完成度很高的一个状态呢，已经算是很不容易了。然后我又问了它的价格，它的价格呢只有沙姆尼 F2的一半那我说哇塞，这个可以确实，对入门的这个选手来说，对入门小白来说真的是已经很实用了，因为F2我用下来真的是蛮方便的，非常轻，非常小，然后该有的动作都有，该有的所有的操作也都能实现。可以说基本上你除了一些特别的这个需求以外，它能满足你大部分的，特别是野外风光和人像的这个拍摄。大画幅相机呢，就是很多人望而却步呢，一方面呢，它是一套和120和135完全不同的一套系统。那么第二呢，大家会觉得它很贵，或者说它很怎么说，就是它非常的麻烦那么我之前在几个关于大画幅的这个视频里面跟大家都聊过就是大画幅的这个拍摄呢，会有助于你加深对影像对这个摄影的这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了解。那你也可以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在所有东西都是全手动的这个情况下呢，能够拍出更好的照片呢，也是会提升你的这个成片率。所以呢，我非常的建议大家，能够多拍特别是像现在国内有，像这个拓海大师兄包括我们林星林老师都自己开始尝试手搓制作这个自己版本的这个大画幅相机。所以大家实际上现在是对于相机本身实际上是可以承受得起的。我们拍大画幅最大的成本呢，大家要知道，并不是在这些纸面上的镜头、相机、胶片最大的成本是你的时间成本。我们现在这些国内手搓的达人们，能够帮你把这个价格的相当一部分呢，能够打下来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花更多的精力去研究、去钻研、去琢磨大画幅拍摄的一些技巧、一些方式，来更好的提升自己的这个拍摄能力。OK， 我待会儿呢拿着这台相机呢，
到山野里面去找几个地方去多拍2张，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台轻便稳固然后小巧的相机啊，其实真的是所有入门的爱好者的一个最佳的这个选择之一。这支90 5.6呢，我买的时候才知道被称之为双台阶，因为它的后组呢是有一个小台阶的。所以就很开心，就每次在很安静的一个很空旷的没有人的这个地方，安静的去拍大画幅，会有非常愉悦的感受。特别是像这样特别轻的，才1.5公斤的这个设备啊，就你可以单手扛着走，所以就会不会成为一个负担，它不会嫌它累赘。然后所有的操作到你非常熟练的地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是一台非常有价值的，能够帮助你实现你的创作想法的这么一台好的工具，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伴侣。希望大家能够在我的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同样能够体会到大画幅的这个优点和它的在摄影之外给到你的愉悦的价值。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我希望拓海以及所有能够有志于为这个胶片爱好者服务的达人们啊，能够做出更好、更优质、更强大的这个相机，来回馈到我们的胶片社群，能够促进我们国内大画幅胶片的这个更广泛的这个普及和应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这个事情啊，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希望大家再接再厉。OK， 今天分享到这里，拜。